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蔬果，很高兴又和大家在屏幕前相聚啦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保鲜膜是家家户户都必备的实用好物，它的用处繁多，使用起来也相当方便。无论是用来覆盖剩菜剩饭，还是包裹新鲜的食材，都能有效的防止灰尘进入，延长食物的保质时长，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少便利。然而，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当我们想要使用保鲜膜时，却常常被一个看似简单却又十分恼人的问题所困扰，那就是保鲜膜的开口很难找到。好不容易费尽心思找到了开口，撕开的地方却往往参差不齐，就像被狗啃过一样，不仅浪费了保鲜膜，而且看起来极不美观。更让人头疼的是，每一次寻找保鲜膜的开口处，都要花费我们大量的时间，尤其是在忙碌的做家务时，这无疑会让我们感到烦躁不已，严重耽误了做事的效率。不过别担心，今天我就来给大家分享几招超实用的方法，让我们能够轻轻松松的找到保鲜膜的开口，而且在撕开保鲜膜的时候也能做到整整齐齐，就如同用剪刀精心裁剪下来的一样。学会了这些方法，保证能让你在使用保鲜膜时更加得心应手，节省不少时间和精力呢。方法一，首先要介绍的这个方法，用到的工具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牙刷。不过，这里的牙刷可不是我们平时用来刷牙的旧牙刷哦，而是新的，专门用来刷洗蔬菜的牙刷。牙刷的刷毛特别细腻、柔软，同时又非常敏感。这就为我们寻找保鲜膜开口提供了很好的条件。使用方法也很简单，就像我这样，一只手拿着牙刷，轻轻地在保鲜膜的表面刷动，另一只手则不停地旋转保鲜膜。当牙刷的刷毛碰到保鲜膜的边缘处时，由于刷毛的敏感性，保鲜膜的边缘处就会自己翘起来，而且这种方法不会对保鲜膜造成任何损伤。这个方法我家已经用了好几年了，效果真的特别好，只需要简简单单的刷一刷，保鲜膜的开口处就能轻松找到，既方便又实用。怎么样，是不是没有想到牙刷还有这样神奇的用处呢？方法二，当我们的手比较干燥，很难摸到保鲜膜的开口时，不妨试试这个简单又有效的方法，把手用水打湿，然后我们用湿手握住保鲜膜，轻轻地转动它，你会发现在转动的过程中，保鲜膜的开口会整齐的出现，此时我们就可以完美的撕出一张保鲜膜了。这个方法真的又简单又实用，以后再遇到手干找不到开口的情况，就可以试试哦。方法三，接下来我们要用到的工具是家里面常见的毛巾或者抹布。先把毛巾折叠起来，然后用毛巾沿着保鲜膜的表面，一只手轻轻的擦动，另一只手则不断的旋转保鲜膜。在擦动和旋转的过程中，当我们擦到保鲜膜的开口处时，保鲜膜的边缘处就会自己卷起来。就像这样，我只是简单的擦了几下，保鲜膜的边缘处就很容易的找到了。然后我们顺着它的边缘处，从上往下再擦一擦，整个边缘处就清晰的呈现出来了。现在我们用手轻轻往外一拉扯，保鲜膜就被撕开了，而且撕开的边缘处十分平整。用这样的保鲜膜来包裹食物，将它贴在碗上面，再用手抓住保鲜膜的顶端，轻轻一撕，撕出来的保鲜膜既光滑又平整，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参差不齐了。方法四，这可是我们今天重点要讲的一个方法。相信很多人家里面都有橡皮筋，平时我们的蔬菜盒子上面，还有一些包装袋上面都会有橡皮筋，但是很多人在把蔬菜拿出来之后，就把橡皮筋当作垃圾扔掉了。其实这个橡皮筋的用处可多了，用来开保鲜膜就是一把好手呢。它的用法也非常简单，我们先把橡皮筋像这样缠在我们的手指上，然后不断的旋转。旋转的方法和之前介绍的那些方式类似，在旋转的过程中，橡皮筋会和保鲜膜产生一个巨大的摩擦力。当保鲜膜的开口处缠绕到橡皮筋上面的时候，就会被橡皮筋卷起来，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，保鲜膜就被打开了。打开之后，我们轻轻一拉扯就可以正常使用了，是不是非常方便呢？
而且保鲜膜用完之后，我们还可以把橡皮筋直接戴在上面，这样下次再用的时候就不需要再费力寻找开口了，真的是既实用又贴心的小妙招。方法5，最后要介绍的这个方法，用到的工具是百洁布。可能大家没有想到，百洁布也能轻轻松松的将保鲜膜打开。其实它的用法和前面介绍的方法类似，一只手旋转百洁布，让百洁布在保鲜膜的表面摩擦，另一只手旋转保鲜膜。百洁布的表面非常粗糙，当它接触到保鲜膜的开口处时，保鲜膜的开口处立马就会卷起来。这个方法和我们刚才用毛巾的方法有相似之处，但是相比之下，百洁布比毛巾要好用太多了，只需要简简单单几秒钟的时间，就可以把保鲜膜的开口处找到。通过这些方法，我们终于可以告别寻找保鲜膜开口的烦恼，快速整齐的撕开保鲜膜，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捷。学会了这些小技巧，别忘了告诉家人和朋友，大家一起试一试哦。日常生活中，我们都知道保鲜膜能对食物进行保鲜包装，防止其变质，但其实保鲜膜的用途可远远不止这些，它还有很多新奇的妙用呢。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些有趣又实用的小窍门，看完之后大家也可以在家里试一试哦。妙用1，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瓶盖特别紧的罐头或者瓶子，怎么拧都拧不开，这时候保鲜膜就能派上用场了。我们准备一块保鲜膜，将其折叠起来，大小刚好能够盖过瓶盖就可以了。然后把折叠好的保鲜膜覆盖在盖子上，接着用力去拧罐头盖。这个方法的原理是借助保鲜膜增加手与瓶盖之间的阻力，从而起到防滑的作用，这样盖子自然就容易打开了。同理，我们还可以借助毛巾、胶皮等东西，它们都能起到相同的作用。不过这个方法也有一定的缺点，对于力气比较小的女生来说，可能还是会有些吃力。妙用2，当我们外出携带一些瓶装液体，或者是家里的瓶装调料等，担心液体漏出来弄脏其他东西时，保鲜膜也能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。我们只需要将瓶盖打开，在瓶口贴上一层保鲜膜，然后再盖上盖子，这样就能有效的防止里面的液体漏出来了。无论是外出携带饮料，还是存放一些容易渗漏的液体，这个方法都非常实用哦。好啦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希望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些保鲜膜的打开方法和新奇妙用，能够对大家的生活有所帮助。如果您觉得这些小技巧还不错，记得点赞、转发和分享哦，让更多的朋友也能了解到这些实用的小知识，说不定就能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小困扰呢。同时，我也非常期待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您的看法和经验，或许您还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，也可以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交流分享，让我们共同学习，共同进步，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，更加便捷。如果您还想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视频，别忘了点击我的视频头像哦，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无论是家居清洁、美食制作，还是小物件的巧妙使用，都有详细的介绍和讲解。希望我的视频能够成为您生活中的好帮手，为您的生活增添更多的乐趣和便利。最后，再次感谢您的支持，期待我们下期再见。祝愿大家生活愉快，每天都有新的收获和惊喜。